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有人喜欢喝茶，觉得喝茶能够使人在忙碌的环境中获得一份沉静和自在；有人喜欢喝咖啡，一口咖啡下肚便能够提神醒脑，保持清醒。咖啡和茶各有各的好处，且比起各种碳酸饮料来说也更加健康。那么究竟是喝茶更好，还是喝咖啡更好呢？最近由数位日本知名科学家组成的老年肺炎研究组带头进行了一项研究，让咖啡和绿茶进行了一波正面对决，看看谁才能最有效地降低中老年人患上肺炎概率。该研究于2021年3月10日发表在著名科研期刊 Scientific Reports 上，对573名65岁以上中老年人的健康分析显示，每天喝2杯咖啡能够将老年人患上肺炎的风险降低近一半。相比之下，每天喝2至5杯绿茶非但不能预防肺炎，甚至还会增加肺炎的发病概率。好在这个数值并不显著，所以绿茶爱好者们也无需担心。咖啡加茶才是更好的搭配。天津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收集了近50万人群的数据，分析了咖啡和茶单独或组合饮用与总死亡率和特定原因死亡率的关联后发现，每天喝小于1-2杯咖啡加2至4杯茶，可以使参与者的全因死亡风险降低 22%， 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降低 24%， 呼吸系统疾病死亡风险降低 31%。 茶和咖啡都有咖啡因，这2类含咖啡因的饮料还附赠了另一个优势，助力减肥。有研究显示，血浆中较高的咖啡因浓度，产热反应就会有所增加，消耗的能量更高，能有效降低人体内的脂肪含量，对2型糖尿病的发生有预防作用。具体来说，血浆中咖啡因每增加1个标准差，发生2型糖尿病的风险会降低 19% 至 23%。 不仅如此，咖啡和茶组合饮用比只喝其中一种降低中风和痴呆疾病风险的效果更好。咖啡加茶虽然好，但还得注意这几点。虽然喝茶和咖啡的好处这么多，很多人也天天喝，但是却没有喝对。喝太烫的茶或咖啡，喝温度过高的茶或咖啡，可能会灼伤食道黏膜，增加食管癌、胃癌的风险。食管的表面覆盖着娇嫩的黏膜，食物的温度对它有很大影响，10摄氏度至40摄氏度最合适，50摄氏度至60摄氏度勉强能耐受，65摄氏度以上会造成烫伤。不宜空腹喝茶或咖啡，茶叶中，尤其是绿茶，茶多酚、咖啡碱等含量很高，如果空腹饮用，部分活性物质会与胃中的蛋白结合，对胃形成刺激，容易伤胃，也更容易出现心慌、头晕等现象。空腹喝咖啡可以刺激交感神经，缓解疲劳，但食欲会下降，会引起胃部不适，甚至引起胃炎，会加重胃肠道的负担，影响胃的消化和吸收。长期空腹喝咖啡还会导致恶心、腹胀等情况。正在服药时，不宜喝咖啡和茶，像感冒药、安眠药、维生素、甲状腺激素药物等，都不建议喝含咖啡和茶相关的饮品，因为其中的咖啡因和鞣酸成分可能干扰药物代谢，并相互作用，发生不良反应。长期饮用咖啡加强脑代谢，能降低老年痴呆风险。这项研究被发表在著名期刊《临床研究杂志》JCI， 领衔研究者帕瓦尔教授通过对小鼠的咖啡因摄入对比中发现，一共有将近720个基因片段受到了咖啡因的成分影响。而咖啡对基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乙酰胆碱水平降低方面，大脑中的乙酰胆碱水平越高，修饰 H3K27AC、H3K9、K14AC 等基因序列的代谢效率
也会因此受到阻碍。饮用咖啡的同时，大脑乙酰胆碱水平减少，脑部代谢的效率也会因此提高。帕瓦尔教授还表示，大脑代谢和神经细胞的消耗速度息息相关。如果长期饮用咖啡，中老年人脑神经细胞的损耗速度减小，能够对老年痴呆起到非常不错的预防效果，降低大约 41% 的老年痴呆风险。不仅如此，脑部代谢和脂肪代谢、胰岛素代谢、蛋白质调节均有神经系统关联。长期饮用咖啡，中老年人免疫力或能得到提升，高血脂、高血糖症状也能得到一定的改善。由此可见，长期饮用咖啡对于中老年人而言有不少的科学好处，不仅能让大脑变得年轻，降低老年痴呆风险，同时还能起到提高免疫力、预防部分代谢疾病的效果。有需求的中老年人不妨养成饮用咖啡的习惯，效果或令你惊喜。4. 咖啡每天喝多少才能对中老年人的健康有益？在帕瓦尔教授的研究中，单纯以咖啡因的角度表明其对于大脑和神经细胞的作用，但对于喝多少并没有明确的阐述。而美国癌症研究中心曾经就咖啡饮用量和疾病风险关系进行研究后发现，每日饮用3杯的咖啡 150 ml 杯，咖啡因对身体的作用效率会达到顶点，平均降低 10% 的心血管疾病以及脑疾病风险。但是如果每日饮用超过了3杯，对健康的影响效果不是很大。所以超过50岁的中老年朋友，每日饮用3杯咖啡，大约在450毫升，是比较合适的参考。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身体情况进行增减即可。总而言之，合理且长期饮用咖啡是更有利于健康的选择。但是咖啡虽好，也并不一定适合所有人。5. 这3类人不适合饮用咖啡，分别是儿童、孕妇以及神经衰弱人群。儿童本身就比较好动，而且精力充沛。咖啡中的咖啡因对神经系统有很强的兴奋作用，儿童饮用可能造成失眠、躁动的情况，影响生活和学习。有研究显示，咖啡因对胎儿的刺激性比较大，容易加速钙质流失，对分娩造成影响，所以孕妇也不推荐。至于神经衰弱人群，其本身就存在失眠的情况，贸然饮用咖啡进一步加重神经衰弱的情况，得不偿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是否饮用咖啡，合理地享受咖啡带来的健康好处，才是相对正确的选择。说到这，可能不少中老年人都想尝试一下饮用咖啡，而超市里大多都是速溶咖啡，成为了不少中老年人的选择。那么喝速溶咖啡又能否益于大脑，降低老年痴呆风险？饮用速溶咖啡能降低中老年人老年痴呆风险吗？帕瓦尔教授的研究中有提到，咖啡因才是促进大脑代谢的主力军。虽然速溶咖啡名声不是很好，但其中也是有咖啡因存在的，适当饮用的确也能起到益于大脑的效果。PLOS Medicine 上的一则囊括35万人的前瞻性研究表明，速溶咖啡就降低心血管病、老年痴呆的数值为 16% 以及 19% 左右，而研磨咖啡达到了 20% 和 40% 左右。虽然速溶咖啡对健康有益处，但仍然打了一些折扣。不仅如此，大部分的速溶咖啡为了改善口感而加入了比较多的糖分，不少中老年人存在糖尿病、高血压的症状，长期饮用速溶咖啡摄入大量的糖，并不是明智的做法。部分廉价咖啡甚至使用反式脂肪酸，更有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所以对于中老年人而言，适当饮用速溶咖啡可以降低老年痴呆风险，
但要尽可能选择无糖、无反式脂肪的优质产品。就有益健康的程度，研磨咖啡是要大于速溶咖啡的，还请各位自行斟酌选择。分享给大家，点赞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谢谢大家。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人到50，如果不懂得这5个手，当心一事无成。好像只是一转眼功夫，70后都奔5了，变成大叔大妈了，有的已经成了爷爷奶奶，辈分高了，肩上的责任却一点都没有减少，上有老下有小，仍是生活的主旋律。一个人活着几十年时间，好快好快，总要为社会为家庭做点什么，才可以真正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如果还是浑浑噩噩过日子，以为自己还是年轻小伙子，可以任性挥霍时间，那么很可能一事无成。人到50，应该懂得慢慢展现自己的成绩了，把成绩巩固起来，别让自己一辈子都碌碌无为。经历了那么多，从幼稚到成熟，从成熟到成就，很多东西要学会看透悟透。奔5的70后，人到50要懂得以下5个手，否则就当心一事无成。这辈子想要再翻身就很难了。第一，要懂得守财。有钱是你做人的底气，人是会变老的，总不能一辈子处于奋斗状态，并且年纪增加了，奋斗的精神面貌会慢慢改变。也许人到50，就有很多人会感觉做什么都力不从心了。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就说有点小感冒都要花钱才能好起来，还有家庭的开销都要钱。但不管如何，人到50要学会有存款，别大手大脚花钱了，要留下一点余地。有存款是老年生活的必须，手里有粮，肚里不慌。有存款是你做人的底气，是老了有依靠。即便儿女长大了会孝顺你，但儿女也有难处，不能照顾你很周全，你要靠自己，要守财，做好长期打算。同时存款有了，也是为儿女留一手，关键时候可以帮助儿女创业，可以避免一个大家庭一事无成。第二，要懂得守情，别让老年生活孤苦无依。少年夫妻老来伴，人到50弄丢了伴侣，也许很糟糕。你如果兜兜转转过几年还是找不到伴侣，也许就沦入孤独终老的行列。虽然人老了可以住养老院，但孤独是在所难免，因此放下那些婚外的爱情吧，也忘了年轻时候的恋爱对象吧，好好陪伴身边人。人老了最大的幸福是身边有伴侣，病了有人管，动不了有人推轮椅。也许很多人以为70后和老年生活远着呢，但是一转眼功夫就要成为50岁的人了。感情的事情是1天2天就做好了，要考虑长远，守情还要懂得孝顺父母，为儿女做榜样，以后他们才会更加孝顺你自己。还要懂得交往朋友，有几个真心朋友是一辈子的财富。老了有朋友可以串门，大家一起分享生活的乐趣，排遣寂寞时光。一个人再大的成功，身边没有人陪伴，心中没有感情温暖，也是一事无成。因此要早学会守情。第三，要懂得守健康。健康就是财富，活着才会有希望。健康是最大的财富，养生要趁早，别懒惰，每天坚持锻炼，跑几步，好好看风景，享受阳光，慢慢改变生活习惯。当然你还要学会调节工作时间，别熬夜加班了，一辈子几十年，弄丢了健康就失去了一切，划不来。别太拼命了，岁月不饶人，70后不是小伙子了，应该学会量力而行。也许赚钱和健康有一点点矛盾，但凡事适可而止，在健康的基础上，力所能及干事创业才能取得双赢。守健康是守住了真正的财富，是让人生成就进一步巩固的根基所在。第四，要懂得守业。一败涂地的中年人很可怜，守业也就是巩固自己一路拼搏的成绩。比方说，有的人创立了企业，有一门技艺，要学会守好，别怠慢事业。要知道，是人到50弄丢了事业，人生真的一败涂地的时候，想要东山再起真的好难，就是负债累累的日子都好难熬过去。因此小心驶得万年船，别太大大咧咧，导致事业夭折。守业还是为子孙后代留下财富，很多大富豪也是几代人奋斗的结果。希望70后把自己的事业继续延续，推向新的高度。虽然人生起起落落是常事，但真的不能再落下去了。第五，要懂得守心。心态好，啥都好，心态决定命运。一个人过得是不是幸福，主要看心态怎么样。
如果人心惶惶，那么再好的日子都不是滋味。人到50，就别胡思乱想了，该放下的放下，该忘记的忘记，想多了也是烦恼，也没有用。人生总是要面对现实，活在当下，别把过去的烦恼纠缠不放，苦了是自己，别人不会同情你。一念放下，万般自然，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70后学会守心吧，弄丢了什么，别弄丢了好心情。每个人都有烦恼，孩子不够听话，老人身体不好，爱人总是吵吵闹闹，还有工作上总有忙不完的事情，但工资却少得可怜。70后的人出生在上世纪的70年代，那时候的我们大部分在农村长大，家庭都不富有，有的家庭因为兄弟姐妹多，吃饭都是难题，买玩具穿新衣服都是一个梦想。有的人整个童年时代都没有买过玩具，新衣服都屈指可数，很多人都是穿着别人给的衣服长大，或者是穿着哥哥姐姐的衣服，有补丁的衣服穿出去都很正常。现在回头想一想，那么苦的童年都熬过去了，现在的日子再苦都比那会儿强很多。只要心态摆正了，都不会总是和别人比较，慢慢也会看到家里人的优点。烦恼天天有，不减自然无。70后成长的年代跌跌撞撞就过去了，参加工作的时候又遇到很多企业改制改革，下岗工人也有很多是70后，但一切都过去了，那些事情都变成了陈谷子烂芝麻。你只要心放宽，何足挂齿。人啊，一半的苦难，一半是幸福，知足常乐。你要是天天抱怨生活，那么苦就天天跟着你，甩不掉。如果你的心中向往幸福，感悟幸福，幸福就慢慢放大了，如阳光一样涌进你的生命。很多70后都进城购房了，虽然有债务，但是一切都在好转，债务也慢慢减少，这就是幸福。如果你天天想着负债累累很可怕，那么心就凉了，感觉永无出头之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如果不感悟幸福，那就白来了。一辈子像苦瓜一样生活，那还不如早点投胎去，来世不要做人了。因为每一代人都有不一样的苦，你生活在任何时代都不会如愿以偿。70后别再迷茫了，应该懂得如何好好活下去，哪怕没有经济基础，起码也有了人生经历和工作经验，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做人一念放下，万般自然。你什么都想着扛着，心累啊，为什么不放下？有什么放不下？那是你不愿放下吧。爱情身边有人陪就是幸福，那些前任的爱情、婚外的爱情、初恋的感情都放下吧。如果你弄丢了眼前人，奔5的年纪了，也许再也找不到合适的人了，就沦为了孤寡老人。金钱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对金钱看淡一些，别利欲熏心。有贷款的尽快还掉，没有贷款的好好存钱。为只记得老年生活准备好，别过分爱钱了。你总是加班加点赚钱，也许弄丢了健康，再多的钱都买不到。身体活着就是幸福。常常我们也听说童年的谁因病过世了，心头猛然一惊，知道我们的生命如此不堪一击。是的，我们的生命就是脆弱的，别瞎折腾你的身体了，好好养生，活得越久赚得越多。父母好好孝顺，别发牢骚。谁都有变老的时候，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父母可以为你多出谋划策，常常牵挂你，你就是一个孩子，那感觉多好。唠叨也是爱，如果有一天听不到唠叨了，你会不习惯。一个人不快乐，不是因为过不下去了，是因为想太多，还想不开。一个人应该越活越明白，想不通的事情就别想了，看不透的事情就不看了，平平淡淡才是真，安安静静才是享受。70后老大不小了，很多都是爷爷奶奶一辈了，别像年轻小伙一样意气用事乱发脾气，凡事1分为2来看，有好也有坏，放下坏的一面，多看好的一面，心就平衡了。心态好，啥都好。最后请记住，别狠狠地逼自己，要学会放下，丢下包袱，顺其自然。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您的聆听，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佛禅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希望您每天都有新感悟。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